比特币清洗多头之后还会继续上涨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从日线上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目前比特币它的上升的走势呢，或者说如果我们画趋势线的话，它还是可以画出一条非常非常陡的趋势线。那我们都知道，通常陡峭的趋势线呢，它只会出现在一段多头行情的初期。那如果我们已经走到了末期，或者说是中后期的话呢，那通常我们的趋势线啊，它就会画的比较缓哦。那当我们还在走比较陡峭的趋势线的时候呢，那就代表我们这波多头趋势它只是在初期，或者说初期到中期的交界处而已。好，那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量能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随着我们目前的上涨啊，我们产生了3根比较显眼、比较强势的量能啊，这是第一根、第二根、第3根。那我们在昨天呢打出了第3根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它相对应的可以代表我们过去的3段上涨，第一段、第二段，然后盘整过后呢，我们再进行第3段。那这3段的上涨呢，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啊。随着我们的价格不断的抬高，我们的量能呢，它是并没有衰弱的，它并没有减少。就是当我们的价格在往上走的时候呢，量能是没有打折扣的。那这对于一段多头走势来说呢，非常的关键哦。如果说我们的价格还在往上走，但是量能呢却没有跟上，比如说开始已经衰弱了，那这就对多头走势来说呢，就非常非常不利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过去的这段行情啊。我认为我们这一段呢，它就是蛮典型的量价背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涨、上涨、上涨，但我们的量能呢，它却在不断的减少。那这就是很严重的量价背离了。那你也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后面呢，它也的确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回落，盘整啊等等的。那盘整过后呢，那我们才有再次上涨的机会，才有开启下一波多头的机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认为在日线上，它其实是走得很强势的。确实，我们昨天在4小时、在1小时这个级别呢，它确实是有出现杀多头的行为，回落了$2000嘛。当时我们就现场直播，当时我们就正在直播，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昨天的那场直播，我觉得很精彩。那不过我们在日线上呢，我们并没有见到这种假突破的情况，我认为还好，我们就只是收了一根有上影线的 K 线而已。我并不认为我们在日线上呢有看到很危险的信号，确实在1小时、4小时，它确实是一个杀多头，但在日线上呢不是的，短线追多的可能被杀掉，但是我们在日线上呢，它没有改变这个趋势。那如果持有低位多单的朋友呢，绝对是可以继续拿到。那我们如果看到4小时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这个通道它走的就开始很暧昧了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它有一根针上去了，但是实体部分还没有上去。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会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杀多头的行情，比如说日线级别杀多头的行情，那很有可能就会在跌破通道的时候就会开启这样杀多头的行情。那以我们当前的观点，以我们当前的盘面来看待呢，我认为多头它还是走的还是很健康的，即使我们出现这种小级别的这种杀多头的行为，但你可以发现什么呢？我们确实收了上影线，有的，但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，它很快就收针，而且很快就上涨回来了。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走一个很大段的下跌行情的话，如果我们真的要走这种空头，而不是只是杀多头的话呢，那我们不应该在短期内反弹的这么快速。你可以发现我们从最低点$35,700到$37,300多，这也是一个$1000多的涨幅咯，也绝对不小了。那我也会认为我们插针的这个最低点呢，它其实可以作为我们短线上的止损，我认为是可以的，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前期大概35,800、35,700，它确实就有互换的动作。那我们昨天在直播还没有跌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谈到这个价位可以关注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呢走了2次都是阻力，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变成支撑。那我认为这里呢，短线上它已经形成了互换了。那如果我们做合约的话，这里也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止损的好的选择的位置。那当然了，我个人是拿的比较宽仓位开的小一点，但拿的宽一点。我等跌破，那我再止损。那不然我就是赌它一个上涨的机会，赌它一个从这里回调之后就继续往上喷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1小时的话呢，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其实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下影线，它收的是很长的，那就表示什么呢？确实有杀了多头，那或许有人平仓了，或许有人卖货了。我相信平仓的成分可能是居多，但你可以发现什么呢？绝对有人在抄底，绝对有人在抄底，不然他没办法打出这种长的下影线，而且呢还有后续的这一段上涨的配合。那如果我们再更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当时的下跌的话呢，然后我们用筹码去分析我们这一段下跌它量能堆积的情况，
那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这段量能的堆积啊，基本上往上的量能是很少的，下方的量能反而是更多。你可以发现 POC 位啦，还有我们量能堆积的比较密集的位置啊，都是在下方36000左右。可见在这个位置真的是有人在抄底。那我个人呢，也昨天啊下来的时候也买了一些，那我也做成了一张梗图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一样是持有仓位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。以太坊的话呢，我们在日线上啊，它突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下降趋势线哦，在这个位置。那这也是为什么？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昨天有很大的共识。我们这里呢突破之后，它就来了一个暴涨，这个暴涨很可怕哦，12%，一天日线级别实体部分12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做合约的话，很快就可以打出利润了。而且我也相信呢，你可以看我们这里趋势线突破之后呢，下一个关键点就是前高。如果前高能被明确的站稳，那我相信以太坊它长久以来啊，熊市它蓄积的力量呢，很有可能就会在此刻得到解放。你可以看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回到周线上呢，周线我们直接给它往前拉，你可以发现我们下方这个底部已经走出来了。那如果我们突破的话，它很有可能也会出现像比特币那样的 JOC 的行情，就是强势出现。我认为可以跟比特币我们在日线级别呢，周线我们当时在突破32000的时候呢，在这根 K 线啊去做类比，很有可能以太坊的行情呢才正要开始哦，就有点像你看我们现在的行情走势是很雷同的。那我也有以我部分的仓位不多啦，真的是不多，有移到以太坊，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复盘过往的数据、过往的历史，以太坊这张比特币的图表呢，它见底的位置是在2019年的9月。那如果我们以4年一轮的周期来看待呢，就是2023年的9月见底嘛。那接下来以太坊呢，对比于比特币就会相较的更强势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9月很明显是过了2023年的9月。但如果我们看小牛的周期来看的话呢，当时啊，我们是2019年的年中，大概7月左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小牛市就结束了嘛。上一轮2019年的年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宣告终结了。那后续啊，我们就迎来了回调的行情。那当我们在走这段暴力上涨的时候呢，我们以太坊它都是相对弱势的，那这就产生了一点冲突。所以我个人呢是有换一部分的以太坊，但不多，绝大部分还是比特币哦。那我也认为，如果我们真的面临回调，真的面临洗盘杀多头的话呢，比特币也绝对会是比以太坊要更好的抗风险的标的，而且它也更强势。那我们何不配置多一点在比特币身上呢？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大家也想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。这是前所未有的优惠。那 Bitget 你只要做任何一笔合约交易，就会送你$20的体验金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